好，我们今天来解那个 LeetCode 的第1547题，它是一个难题哦。采用方式也是动态规划哦，程式语言呢也是用 C++。它题目的名称是叫做 Minimum Cost to Color Stick。木棍呢，当然是你要用砍也可以啦，但是我建议是用锯子来锯啊，可能会更好一点。好，周末天气很热哈，我们在家里从事一些所谓的智力活动哈。当然，一种方式就是来解 LeetCode 当中的难题。通常来讲，周末题目都是比较困难的。这是它1547题，所谓的 Minimum Cost to Color Stick 啊，基本上就是你要切木棍的最少的花费，所以这里面的资讯当然是会有这木棍的长度，然后还包含你怎么去切，以及它的费用要怎么去算。因为它的叙述稍微比较，比较多哈，所以我们就先切到我们的简报哈，做比较详尽的一个描述啊，并且来解题。好，那所以这边就是它 LeetCode 的题目。我们稍微看一下哈，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木棍，那它也给你的一个长度啊，长度是为 n。那它的 stick 它是有标有一个尺规啊，0到 n。那所以这边假设就是一个长度为6的啊，它就标示0到6。那它还会给你一个整数的一个阵列，所谓的 cuts。cuts 的地方又代表就是你要去切啊，你要去切，或者来讲用锯的也可以啊，用锯子来锯。那基本上这个砍这棍子呢，或者切这棍子呢，原则上它是要有花费的。它的花费原则上是跟你这个木棍的长度啊，应该来讲是有关联的。那我们当然，他说在这边的例子，他会做一个更为详尽的一个介绍啊。那我们就看到他简报的下一页。好，所以这边的例子它解释应该会比较，因为有图嘛，解释会比较清楚一点。所以呢，他这边就是他要去切的地方，所以顺序怎么切都无所谓啊。所以看你切的顺序，当然跟你的花费是有关联的。那这边呢，它是做一个最适当的排序，就是你按照这个顺序来切的话，它的费用是会最少的。那比方说，它第一次要切，它在刻度为3的地方把它切下去啊，所以这一次的花费就是7，因为长度是7嘛。然后呢，在下一次要切的地方是在5的地方切下去。那这边当然很清楚，7减3等于4，所以这边的花费会是4。好，再来是在1的地方要去切，所以这边的长度是3，好，所以这一刀切下去费用是3。那然后最后一切当然是在单位刻度为4的地方啊，这边的长度是2，所以总共加起来7加4加3加2，答案当然很清楚，就是16。
那这个是他已经帮排序排好了用来解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来讲，这种的排列组合当然很多啦，因为我们也不可能说每个排列组合都去试如果说你要用所谓的暴力解，每个排列这样去试的话，暴力解它的时间复杂度会是 n 阶层n 阶层这个当然就是非常的不适宜财力暴力解当然是非常不建议去采用这样的方式去解。好，它这个例子它原则上呢，它给的那个木棍长度是为9，然后切的位置是这个阵列它当然这边是没有排序了那答案是22但它好像也没有特别做很详尽的一个解说，但是我们可以试着去发掘好，那基本上呢，如果是最佳的切的顺序是所谓的4、6、5、2、1的顺序去切。好，那我们解这个方式呢，当然要看出一些它的一个端倪啦当然我们的一个做法就是因为它有长度的资讯，那基本上最开头的地方是0，所以我们呢基本上我们的一个做法呢是先将0跟 n 这两个数字呢加到 cuts 这样的一个阵列里面然后再来去做排序。那这里面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我应该来讲在 cuts 这样的一个阵列，特别是它在 I 跟 J 的部分比方说这边是 cuts I 跟 cuts J， 那怎么切它会是花费最少呢？原则上呢，当然就是我们要去加 dpij 跟 dpkj 的和当中呢我们取极小值其中呢i 是小于 k 是小于 j， 然后再加上 cuts j 比较大嘛j 减掉 i 的减掉 cuts i 的长度基本上正确公式是这样的然后我们这边当然你用动态规划，我们可以将它的一个整个一个计算过程我们可以把它表列出来。好，那所以这边直的方向我们假设是 i， 横的方向假设是 j。那我们当然如果说你第 i 个跟第 j 个之间呢，它如果是当中没有其他的 cuts 的元素的时候，这个时候都是0这时候都是0，所以它那个基本上初始条件是这样的，其他的当然就不用管它。然后如果说当中有一个，也就是说它的那个索引的差会差到2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就是 cuts j 减掉 cuts i。 好，所以这边呢当然就很清楚，这边有2减0 4减1 5减
5减2等于3 6减4等于2 9减5等于4。好，所以这一排斜线方向的应该都可以算出来。再来啊，我们当然都是再去带这样的一个公式。那这里面如果是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其实要考虑的大概就是范围大概是在这个范围之间啊，在这个范围之间，然后我们去考虑。基本上那个带入这公式，你逐一去比对的话，它这个最小的值是10。那透过这样的方式，那我们最后就可以算出，也就是说在dp 在0 6的那个值呢是等于22啊，所以我们动态规划的方式呢，大概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啊，这样实作出来。好，接下来我们就看我们的程式的撰写的部分。好，当然第一个方式当然就是说，我们采用容器呢去记录它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也采用递回的方式所以我们这边设一个 cost 函数这边 cost。好，那这里原则上这边就是刚刚的那个公式就将那个 cost i k 以及 cost k j 和的极小，然后再加上 cuts j 减掉 cuts i。那这个可以透过递回方式当然很快可以把它解出来。最后的答案当然是刚刚我们在上前一页所显示的 cos 在0 m 减1的值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那这个其实我们在刚刚看的表格的部分，我们大概也知道，你要把它改写成为所谓迭代的方式，其实也并不困难，但是要稍微小心一点。那原则上，你 i 跟 j 的地方呢，我们是从它的差是2的地方所以它的 step 是从2的地方开始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因为它的计算方式是斜线的方向，逐渐的往右上角去进行所以我们最后算出来的答案当然就是右上角的那个那这边也是相同的一个公式只不过是说前面呢我们是递回函数是用圆刮弧我们这边的话是用阵列的方式，所以当然就改成方刮弧所以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可以解出来了。好，那这里应该是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有关程式实作的部分。有关程式实作的部分呢，我们大概简单看一下留在这些版面的当然就是我们剩下的应该是迭代的部分迭代部分递回的也在我们的解答这边也有显示那这边甚至我们也加上了一些英文注解方便一些需要的人来学习。那主要是我们采用迭代方式，它的计算速度就快很多了就快很多。比较之下虽然是它的时间复杂度是 n 的3次方当中我们必须要强调 n 的话是那个 cuts 那个阵列的那个长度啦那空间的复杂度呢是 n 的平方所以来讲的话，这个程式来说并不快因为它也有一些条件我们当然之后看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去做。好，那我们这边稍微看一下那我们还是把它执行一下好了。
所以我们这边按一下 Run。那因为我们这边是有附有它的相关它的 cos 那个二维阵列的它的值啊，所以我们这边当然这边所对应的是它第一个实例啊，第一个那个 test case。那第二个 test case 的情况，我们刚刚在简报我们也大概解说过了啊，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知道它的整个的一个大约它一个计算的一个过程。好，那相关的方式呢，因为这种动态规划的程式设计呢，其实它应用的已经非常的广泛了。好，那我们就先到这。